Hello，大家好，我是夕颜。在上期视频中，我们一起探索了如何让 AI 生成商业创意，其实留了一个坑，没有讲如何量产 idea。今天我要介绍的 DeFi Workflow 工作流的批量运行功能，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进行 AI 批量创作，还在为电商运营一个个手写商品文案发愁吗？或者需要批量处理一大堆重复性的文字工作？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省时省力的黑科技。通过这个视频，你将学会如何快速搭建一个 AI 批量处理的工作流，如何把 Excel 表格数据一键转换成吸引人的商品文案，如何让 AI 帮你完成原本需要花费数小时的重复性工作。看完这个视频，你也能轻松掌握这个效率神器，亲身感受到 Workflow 和 Chatflow 的明显区别。不要再浪费时间做重复性工作了。废话少说，Let's go！我是夕颜，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我们进入到 DeFi 的页面，这里我们创建空白应用，我们选择工作流，随便起一个名字。这一次我也事先写好了工作流的步骤，一共分2步。第一步，输入变量，也就是我们的商品信息。第二步，根据这些信息生成商品描述。结构很清晰，也很简单，我一步一步来看。第一步，设置用户的输入变量。这里我们可以设置多个输入变量，比如产品名称、特点以及目标人群。我们一起来设置一下。首先，我们点击这里的开始，然后点击添加。比如这里，我们商品名称 product name， 为了方便，我将这里的显示名称改为中文。产品名称，我们继续添加 feature 产品特点。接下来 target 目标人群，最后一个 price 价格区间。好的，第一步的设置就完成了，这4个输入变量。接下来在第二步生成商品描述这里，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LLM。这里我先将它换成 Llama， 简单调节一下温度参数。我们输入下面的提示词。在这里我让 AI 根据以下的产品信息生成一段吸引人的商品描述。下面这4个就是我们在第一步中设置的输入变量。接下来就是简单的3个生成要求，让它突出产品核心卖点，描述受众形象及字数在100字以内。最后我们改一下这个企业的名称，改名的好习惯一定不要忘。我们就叫它商品描述生成器。好的，第二步也完成了。最后我们需要添加一个结束的节点，让它来显示输出结果。这里我们选择描述生成器里 text 就可以了。点击运行，我们输入一个产品，比如智能运动手环。产品的特点是心率检测和睡眠分析。目标人群运动爱好者。价格区间是400到600。点击运行。这个文案是不是还不错？接下来我们就来批量生产商品的文案。我们先点击这里的关闭，发布，点击这里的运行。接着我们来到 App 的页面，点击右边的批量运行。这里其实才是这次我们批量生产 AI 创作的主题。我们需要先下载下面的这个 template 模板。第一次看到这个 CSV 表格可能不是很明白，我就结合下载模板来讲解一下。点击下载模板。
然后我们打开，接下来就是录入我们的商品信息，也就是要输入的变量。这里我们需要以行为单位来输入商品的信息，我就直接复制我之前准备好的一些样本数据，直接在这里复制粘贴。我们看一下什么样的商品，便携咖啡杯、瑜伽垫以及儿童益智积木，它们的产品特点、目标人群以及价格区间也录入进去。我们保存，然后关闭。接下来将这个模板文件拖到这里，点击运行。我们可以看到正在生成结果。可以看到第一个是便携咖啡杯，第二个瑜伽垫，第三个儿童益智积木。音乐为我们写的文案是不是还不错呢？这些生成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一键下载查看。点开，我们发现左边 ABCD 这4列是我们刚刚录入的商品信息，而刚刚 AI 为我们生成的商品叙述来到了1列，这样就可以批量生产我们的 AI 创作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刚刚这里都是 Llama 3.2为我们生成商品描述，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 DeepSeek 会写出怎样的文案呢？会不会更惊艳一些？我们关闭，来到我们的底发页面，我们在模型这里，也就是商品描述生成器这里，把它换成 DeepSeek。同样，温度参数保持为1。我们什么都不做，直接点击这里的试运行。同样的商品内容，点击看一下。老朋友 DeepSeek 又是和之前一样自言自语，叙述他的思考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从开始好的一直到倒数第2段，这之前都是他的一个整个的思考过程，而我们最需要的生成的结果，也就是商品叙述是最后一段。如何让 DeepSeek 只生成这一段话呢？最后就来简单的提一下，我们需要在结束节点前面设置一个新的节点。我们从商品模式生成器后面添加，这里我们选择参数提取器。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可能知道这是什么作用。简单提一下，参数提取器的提取依靠的是 LLM 的推理和结构化生成能力，所以这里最好设置推理能力强的模型。而我们的 DeepSeek R1 刚好满足这个要求，放在这里最适合不过了。没看过的也可以参考我的另一个视频，里面讲得很详尽。我们就用这个节点来提取一大段文字中真正跟商品描述相关的文字内容。我们开始设置输入的变量，就是商品描述生成器里面的 text， 然后我们提取参数添加 product description， 这里复制粘贴也没有问题。指令就是只提取商品叙述的内容。好的，最后我们可以改一下节点的名称，商品叙述内容提取器。好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最后不要忘了在模型设置这里因为我们需要它严谨的思考，所以温度参数设置的低一些。OK， 最后我们连接上结束节点，这里不要忘记我们要将它换成我们刚刚设置好的商品叙述内容提取器的变量。我们再试运行一下，点击运行，同样的商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 DeepSeek 没有那么啰嗦，大段的叙述它的思考过程，直接通过这个参数提取器显示了最后的商品叙述的结果。这一段内容是不是还不错呢？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不知道 AI 的批量自动化生产，大家 get 到了没有？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